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90后最有演技的谭松韵，在最烂的剧里被浪费。归路的收视数据一直很高，真实迷。这部戏绝对是近2年里最水的大制作，没有之一。大家看偶像剧热衷在玻璃渣里找糖磕，可归路的弹幕里时不时飘来一波网友求编剧给加点剧情呗。偶像剧含糖量过高，也容易把人逼出糖尿病来。这剧吧，说烂不能，画面拍得很精致，唯美的像 MV 一样。说文艺吧，更不是。景柏然和谭松韵他俩除了亲亲抱抱，没啥正经事可干了。不甜就很尴尬。偶像剧拍到让你无论何时从哪集打开，都能在5分钟内让人被尴尬出去，也是没有几个。可台网综合数据显示，归路自开播一路领跑，谭松韵本人的热度更是高居榜首。一边是豆瓣评分跌出及格线，1中1星，2星差评；一边是谭松韵的粉丝们硬气的为她挽尊，除了摆数据，还强调她演归小需要强大的信念感。不出所料，央爸爱情而已开播归路的数据顿时打着滚的往下跌。刻薄的话都来了，很快有人说归路是谭松韵收视神话破灭之路，这话也可以理解为如今的谭松韵已经让同辈有压迫感了。今年的微博之夜上，85花组团亮相，好一片明艳热闹，却有掩不住的疲惫感。自从去年他们集体重返横店，便被盖棺论定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偶像剧。全面接过战场的90花，看似是杨紫和迪丽热巴当面锣对面鼓，实际上没到现场的谭松韵早已凭实际封王，不用刻意回想，随口就能提起来谭松韵好多代表作角色：纯贵人、耿耿、袁今夏、李尖尖、柠檬、程潇。如果靠一部剧一夜成名，不能说没有运气的成分在，但谭松韵还真不是。这几年她的作品台播、网播的表现十分抢眼，有口碑，数据好。大伙的锦衣之下和以家人之名，一个压了几年，一个题材有争议，都被谭松韵盘活了。去年2部职场剧《请叫我总监》和《向风而航》也没有被诟病是披着职场外衣的偶像剧。在主旋律剧《我们这10年之心之所向》单元中，她同样有令人惊艳的表现，与角色适配度高。很多人认为谭松韵的优势在于一张娃娃脸，在同龄女星莫凭打针强熬少女感，她演那种元气满满的活力少女浑然天成。以家人之名里，30岁的谭松韵给21岁的宋威龙演小妹，李尖尖仿佛是为她量身定做的，兄妹恋的剧情也没让人产生伦理障碍，换其他女演员很难有这种效果。可谭松韵说过，刚入行时有人说小姑娘娃娃脸演不了主角，我心里默默说也不一定吧。后来我演上了主角，我记得质疑，记得鼓励，我将永远保持热爱的初心。谭松韵的热爱从跑龙套开始，没背景，没资源，15岁的艺考生初入演艺圈，无人问津。北京电影学院，他考了2次才考上，第1次文化课差了20分，复读需要一笔不小的花费，普通工薪家庭有点困难。谭松韵犹豫时，妈妈说：“只要是你想要的，爸妈砸锅卖铁也会给你。”第2次，她考上了。北电大4那年，谭松韵试镜《甄嬛传》，她把一段吃糕点的视频寄给导演组，就这样本色出演了天真爱吃的纯贵人。但《甄嬛传》的红利，她没有吃到。接下来整整5年，她继续跑龙套，直到《旋风少女》里演了咋咋呼呼的女3号范小莹，她身上肆意萌动的元气活力被人关注到了。那几年网剧出星，预算有限，且青春题材剧历来有一个难题，
找年龄贴合新人演，大部分演技堪忧，念台词像背书。有过几年表演经验的偶像剧演员，形象上又少了些清澈与活力。如此尴尬的无人地带，刚好适合谭松韵大展拳脚。《旋风少女》播出次年，26岁的谭松韵和19岁的刘昊然搭档校园剧《最好的我们》，谭松韵灵气十足，和刘昊然的组合也让观众耿耿于怀。在青春剧这条路上，谭松韵深耕下去，虽然多是小成本制作，或是非女主戏不多，但总算在影视圈有了一席之地。《旋风少女》1年后，谭松韵试水古偶剧《锦衣之下》是她能拿到的最好资源。可惜这部剧制作、剧情都很普通水准的剧，足足被积压了2年才播出。令人意外的是，《锦衣之下》以黑马之姿突围，当年大火。评论普遍认为，这部剧功在2位主演，凭的是任嘉伦和谭松韵的演技。2018年《锦衣之下》播出后，谭松韵像开了挂，步步佳作。她不仅有大批死忠的事业粉，还有流量明星所没有的电视收视率。从28岁到30岁，谭松韵终于跻身一线女星之列，娃娃脸依旧。从青春剧顺利过渡到职场剧、家庭剧、主旋律剧，低调拍戏，无绯闻，事业一片向好。谁也不曾想到，她正经历着人生的至暗时刻。2019年元旦，谭松韵的妈妈因车祸过世，肇事者当场逃逸，令谭母错过了最佳救援时机。谭松韵开始了漫长的追凶之路。她没有利用公众人物的身份制造舆论压力，还反被网络谣言恶意重伤，没有在母亲病床前陪护，而是和欧豪开开心心的谈恋爱。事实是，微博上照片的日期被人刻意更改过，意图很明显。谭松韵没有出面澄清，那时她暂停了一切工作。后来还是何炅看不过去，邀请谭松韵上综艺《向往的生活》，说明了情况。最终，经过1年多的曲折复杂的取证和审理过程，案件在2020年9月尘埃落定，肇事者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。次年，热播中的《以家人之名》有这样一个片段，李尖尖对着漫天繁星说：“妈妈，你看到了吗？”此时大家都已得知谭松韵的遭遇，弹幕上满是对她的心疼。或许那一刻，谭松韵不仅仅是李尖尖，也是她自己。她想让妈妈看到自己努力这么多年的成果。在一档综艺节目中，谭松韵直言，整整2年的时间，我都在治愈我自己，让自己接受母亲已经不在的事实。归路是谭松韵近10年来的口碑最差，看得出她已经很努力了。即便在编剧消极怠工的剧本里，她调动了强大的信念感，用100%热切的眼神望向木头一般的对手景柏然。也有人质疑，谭松韵33岁还演高中生，硬熬少女感，眼神里却早已没有了昔日的单纯。在岁月和伤痛的双重磨砺下，谁还能永远活成个天真的傻白甜？很明显，谭松韵有意借归路尝试转型，从少女演到母亲，是她过往角色中跨度最大的一个。女演员过了30岁，必然迎来转型期，成功了，花旦变青衣；错过了，止步于偶像剧，一如85花们的尴尬，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古偶。时代不等人，可问题是，谭松韵实在没必要在偶像剧里谋求转型。偶像剧看颜值是她的短板，她细致有层次的演技在密集跌宕的剧情中才能得到发挥。杨洋、迪丽热巴这样的顶级神颜组合能把清汤寡水的《你是我的荣耀》演到小火，试想一下同样的剧本换成景柏然和谭松韵，恐怕和归路一样尴尬。归路之后，谭松韵下一部戏和徐凯合作，还是偶像剧。只能说市场需要谭松韵，有国民度，有演技，在85花到95花过渡青黄不接的局面下，
需要他这样的收视神话。偶像剧给平台带来高流量，明星也能得到更多的平台资源回馈，看似双赢。但千篇一律的偶像剧对演员是极大的消耗，不仅消耗了过往的口碑，也会在模式化的表演里消耗掉演员对表演的热情。谭松韵，你本可以不向市场低头，得不偿失呀。